你这就叫不见棺材不落泪了。将军别忘了，节度使刚刚下令，令季娘子染制蜀红丝，织造贡锦。怀璧其罪。季娘子身怀绝技，被人觊觎，全家殒命。老夫痛惜，但爱莫能助。杨警官，我不想听废话，所以想好了再回答我。杨某来到益州，不是冲着将军而来，只为肃清锦宴。谁拦我，我便查谁。我身后是所有尚存良知的朝廷命官。将军，混账！谁让你们真动手的？还嫌节度使对我关注不够吗？不是我们的人。什么？是我。高大侠。是杨三郎让我来的，请季娘子配合我演一出戏。你只管做戏，我定会配合。丧葬室的人到了，我得走了。喂，等一下。既然是做戏，就做得真一点。别想伤害我阿妹！阿兄，里面的人听着，丧葬室在此。英英，英英，英英，这是怎么了？这是怎么受伤了？呀，娘子，这！哎呀，金贵，快去请大夫来！快啊！不用，快说吧，娘，我没事儿，都已经流血了，你还说你没事儿？你就是刺破了一些，你找个可靠的医师，保守的严重些就行。快把门打开！丧葬室，刺客呢？不见了。走！是。啊！苍堂使搜到一块令牌。你小子比抓住老夫一个人害啊！下官怎敢害您呢？这可是大功一件啊！尤将军、张刺史，有劳二位，是下官失职。杨警官也在，真巧啊！倒不是巧，只是这季家不同于别家，这季娘子担负着无人可替的贡锦之责，我身为警官，自当多加在意啊。这不过是寻常私户被人劫掠，犯得上惊动张刺史吗？本来是不必惊动刺史，更不必惊动将军您的。只不过丧葬室搜查时，发现贼人落了一样东西，要不，将军您看看。
本将的令牌。哼，这个贼人可真是可恶啊！竟盗了本将的令牌。好啊，那桑长史，你的意思是，本将要杀季娘子了？下官不敢。只是这令牌，这令牌定是有人故意陷害将军的。牛将军与我刚刚一直在酒楼宴饮，下官可以证明，此事绝非牛将军所为。况且，若真要行凶，为免暴露，也绝不会带有任何能够证明自己身份的东西。所以，下官认为此事定是有人刻意栽赃陷害。即使如此，杨警官又何必讨扰将军呢？刺史容禀，杨警官也是为了将军的名声着想。想必刺史也知道，将军爱女嫁的是我曾经的良人，我又染出了蜀红丝，把将军贤婿染得赵红丝，逼得原形毕露。在外人看来，将军恨我，想要杀我，实在是合情合理。这才给了歹人可乘之机，借题发挥。若是此事放之不管，听之任之，只怕屡禁不止，于将军有害而无益。季娘子推断的甚是有道理。不过，本将行得正，坐得端，不惧人言。她若是个寻常女子也就罢了，如今制造贡锦可少不了她。要是人就这么没了，贡锦织不成，还牵扯到一位主将。朝堂之上，若派人查下来，将军是行得正，坐得端，只是不知这益州城又有多少人经得起查呢？不知杨警官有何高见呢？回刺史，既然有人冒用将军名号来刺杀季娘子，咱们不如反其道而行之，便由牛将军来护卫季娘子。一来，将军智勇无双，定能护住季娘子；二来，只要季娘子平安，这谣言吧，也就不攻自破了。这季娘子的安危与本将有何干系啊？再说了，城中的守卫归刺史管。这倒也是。那还要劳烦季娘子随后与我一起军中走一趟。这伤，这令牌，咱们都让节度使好好的断一断，还季娘子一个清白。好啊，若有机会见到节度使，英英定会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这怎么又把节度使扯进来了？太麻烦了。好，既然杨警官、季娘子信得过本将，虽说本将的职责是戍守边城，我虽不能派兵保护季娘子，但也绝不会让季娘子受到歹人的欺凌，如何呀？还不快来谢过牛将军啊！多谢牛将军。不必了，小事。有劳了。我不信命，我不要成为哪个男人的附庸，我要做我自己的主。娘子，我一定会陪着你。你来做什么？你答应过我，
只要我不靠近他，你就能护他无虞。可是他今天差点死在山里。他死了吗？他不仅没死，还拿到了节度使谕令这张免死金牌。接下来，你们还要一起支染贡锦。这么看来，你应该感谢我才对。出尔反尔，颠倒是非，你这样做买卖是做不成的。夫君怕是忘了，做不做这笔买卖，如何做这笔买卖，向来都是我说了算。你刚刚哭过？山上风沙大，迷了眼睛而已。是风沙迷眼，还是满盘皆输啊？夫君啊，我输了，大可从头再来。可你呢？手中无棋，连棋桌都上不了。无论如何，我都是那个执棋人，不是吗？杨警官找借口拦着阿兄和阿娘，可是有什么要跟我说？难道我猜错了？你让高放冒充牛家刺客，难道不是想要先发制人，让牛景不敢再对我动手？你是没猜错，但我的计划中可没有季娘子舍生忘死、身上中箭这一环。我这不是怕他们倒打一耙，污蔑咱们贼喊捉贼，想把戏做得真一点吗？大夫刚刚也说了，没事儿的。我说过我会护着你，你也说过你会相信我。正是因为信你，才配合你啊。郭奎，回去，怎么又跑出来了？下次谨慎些就好啦。再说了，有杨警官托底呢。牛景现下是不会再对你直接下毒手了，只怕共锦制胜之日，便是唯一出现之时。我不怕，杨警官会保护我的。你这话说的，你们家郭奎听了都不信。牛景今日也算是投鼠忌器了吧？是不是这气越贵重，他越不敢动？你又要做什么？我会做的只有生意啊。如果我不仅能染出曙红丝，还能织出这世上独一无二的锦，我能做锦王，做皇商，做一棵任何人都想保住的摇钱树。他牛景再想动我，便更得好好思量思量。等我一下。这些是当年我家所有能出入警坊和染坊的工人名单。
赵修元在门外求见，说是要与娘子商议贡锦织造之事。回去。坐下。我与他虽有旧怨，但这是正事，不能耽搁。杨警官，我女儿身受重伤，贡锦织造定要急在这2日吗？不急，自然不急。不仅日子不急，也无需季娘子出面。贡锦织造只需季娘子按照赵景王提交的所需蜀红丝数目染制后，交到景官府，再由景官府核验后交予赵景王。季娘子，你就在这儿好好养伤，哪儿都不准去。我去跟他说清楚。杨警官，莫忘了民女所托。放心。阿娘，先好好养伤吧，其他的改日再说。我会告知飞花会，说你偶感风寒，在家中休养，让他们安心染丝，不必担忧。走吧，回去休息。休息。你明明可以用别的方式保他，为何要伤他？别的方式，像赵二郎君一样，卖身投地委曲求全吗？我做不来，他也不想要。我与他青梅竹马，我亲眼见他未雨绸缪，隐忍蛰伏，他定能理解我的选择。人在屋檐下，有些事确实要忍，但有些事却忍不得，忍了就不是季莹莹了。赵二郎君如果还是念及旧日的情分，既做不了他的良人，那至少也要做个好人。请阿翁让位。你这怎么能说这种话？当年我祖父持家50载，我阿爷在他身边学了30载才掌家。我在我阿爷身边也学了30载。二郎，你天赋异禀，你便在爷爷身边再学10年，就让你独立掌家。所以，祖父不让。赵家早晚都是你的，你何必急于一时呢？那就休怪孙儿无礼了。赵平，赵修元，你这是要造老太爷的反吗？二郎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岳丈大人说了，怕我继位不顺，所以借了一些人手撑场面。二郎，都是一家人，何必大动干戈呢？老太爷也是一时没有想明白而已。牛将军山上一怒，连朝廷命官都敢动杀心，他的话，我们哪敢不听啊？各位，你们说是不是？阿爷，退位是小，但是惹恼牛将军，那事儿可就大了。您还是退吧。祖父，孙儿也以为
二郎当家主，无有不妥。自季归南死后，蜀红角色也随之消失，多年未曾重现。本官奉朝廷之命，入益州寻访，如今终于有了结果。蜀红一出，千红哭。当日在斗锦会上，蜀红凤凰横空出世，惊艳四座。今日，本官在此宣布，蜀红司重回色浦墙。这蜀红是你重现的。
恭贺季娘子重现蜀红丝，苦尽甘来，凤凰于飞。可这是兔子哎，跟凤凰有什么关系？凤凰太难画了，我还没学会，季娘子就先将就着。你自己做的啊？你的伤怎么样了？我若是不好，我阿娘怎会放我出来？你特意把我喊进来，不只是为了问我这个吧？如果我说是呢？坐。物归原主，我师傅找到的。在哪儿找到的？我不知道，还在查。我阿耶因为贡井造假而殒命，牛家在山中建黑井房是为了造假井。或许当初他们就是这样用假井替换真井，事发之后，我阿耶便成了替罪羔羊，对吗？季娘子，咱们约法三章可好？查案归我，定还你一个真相。那我需要做什么？做生意。杨某看似光鲜，实则挺穷的。说不准某一日，还需要季娘子接济。我抄律法，行贿当抓，受贿当斩，我不敢。到时候你可以把钱袋扔地上，我假装捡到，顶多算拾金不交，道德有失，触犯不到律法。狗官。还望杨警官早日替我阿耶沉冤昭雪。到时候我出钱给你建一座生祠。杨警官，进来。禀杨警官，杨家大老爷杨巨贤求见。不见。杨老爷说，若您不肯相见，出去。哎，是。其实我跟他也没什么深仇大恨，过去的事儿都是他身不由己，也是我年少不懂事。可过去了就是过去了，没必要和好，更没必要道歉。我不习惯，更不需要突然出现这么一个阿姨。这次我阿娘也给我发了好大的脾气，一副我再不听话她就不要我了的样子。但我先是我自己，才是我阿娘的女儿。我可以照顾她，孝顺她，哪怕以命抵命。但是我却不能按照她说的那样活。若是那样，我便会面目全非，我便会不知此生我为何而来。我阿娘也会愧疚一辈子。你的意思是，觉得我没必要和好？那就是与他和好？你到底要我怎么选啊？选你的心之所向，不管你怎么选，我都会站在你这边的。因为我们是盟友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来，吃点甜的。
季娘子这安慰人的法子，真是够差的。我戴着面纱，也没有人看见我进来，不会影响我暗中行动。师兄，你别生气。益州各景户的基本情况我已经查清楚了，其中有3家值得关注：杨兆宇。杨家年年得景王，又在长安有人脉和名气。但是，赵家的2郎如今成为了牛景的女婿，在斗景会上力拔头筹。余家长子又英年早逝。余家现在后继无人，已经没落。师兄进城时看到的红色凤凰，属于飞花会会长季英英，她是季归南的女儿，又是蜀红景的后人。但是，她只会染丝，不会织锦。师兄想打入锦业的话，还是在这3家里选吧。打入锦业，如何打入锦业呀？是开个锦铺？还是建立一支商队啊？要是这么简单的话，为什么要我亲自来呢？中原人有句话叫“授人以鱼，不如授人以渔”。诸位，我家郎君久慕蜀锦之瑰丽，遂千里求锦。然蜀锦千样，千样千价，实不知该如何出价收购？怕价低辱没了真品，也怕价高流俗于凡品，故而想借众位蜀锦行家之慧眼，帮我们估一估价。凡送锦者，我们白府来者不拒，仅选此处，供大家品鉴。若有真品，千金愿求。大家将心目中悬于此处这蜀锦的价值写下，价值平均，便是此锦的最终价值。你这法子啊，倒是挺新奇的，可我们帮你写价能得什么好处？对呀，大家请看。上前路。刚才那个问题问得好啊！做生意嘛，无非就是买卖公平，礼尚往来。诸位，白某让你们帮忙，但绝不会让你们白帮忙。在这竹片上，一面写上你们的名字，另外一面写上价格，价格最为接近者，白某送上一片金叶子。怎么给他呢？这还没开始评呢。你是第一个搭理我仆从的，我们远道而来，你诚挚热情，以礼相待。这片金叶子是你应得的。真的假的呀？真的是金的，真的是金的呀！不出3日，整个益州城就会知道啊，来了个新的番商，出手阔绰，爱景如痴。蜀锦兴于春秋，而盛于汉唐，因产于蜀地而得名。唐时，权贵豪绅皆好着蜀锦，军中更可以锦代饷。蜀锦一时价格飞涨，寸锦寸金。我阿耶是益州城最惊艳才绝的锦王，因为他染出了蜀地最美的红。他钻研各种染料，研磨搭配。每一步都要轻微。他说，将熟丝在浣花溪里换洗，才能染出鲜亮的颜色。那是我见过最美的红丝，张扬热烈，流光溢彩。阿耶叫它
红丝，只是蜀红太美，美得怀璧其罪。季归南，你好大胆子，竟敢以次充好，拿赝品充当贡锦！刘警官，当日是你我一同合宴，每口箱子我都亲自验看过，绝无可能有假。如今交与都运官，仅在驿馆放了1夜，变成了赝品，这其中定有蹊跷。大胆！难道是都运官偷了你的贡锦不成？来人！是，给我拿下！慢！你的官职还没有拿人下狱的权利。我要面见4时，自证。以次充好，欺君犯上，负隅顽抗，就地正法。是。季归南，以次充好，欺君犯上，负隅顽抗，已被都运官就地正法。将季家所有的财物一律充公，给我搜！是。兔子是不可能一口咬死老虎的，但只要它不被发现，它就可以一直咬下去。总有一天，它会咬死老虎的。这里虽然有些残破，但是我能找到最好的房子了。赵二郎君有心了，这钱，季家会尽快还给你的。钱什么时候还都来得及的。您和英英与阿兄喜逢大赦，一切都从新开始，日后定是一日好过一日。借赵二郎君吉言。夫君，我们回家了。阿爷，你就放心吧，我和阿兄会听阿娘的话的。季夫人，既然回来了，还请出来一见。季夫人，那咱们的债是不是可以清一清了？诸位，这个钱，季家一定会还的。只是如今家产被抄，现在身无分文，还请诸位掌柜再宽限些时日。我倒是替夫人想了一个好法子，我已然与诸位掌柜说和好了，只要夫人肯将蜀红丝的配方交给刘某，咱们的债一笔勾销，其他掌柜的账我替夫人还了。我阿爷获罪，家里也被抄了个精光，不曾留下蜀红丝配方。婷儿，我阿爷在世时待诸位伯伯不薄，诸位伯伯这样咄咄逼人，传出去不怕坏了名声吗？名声能顶饭吃吗？要么还钱，
要么交出蜀红丝配方。赵修远愿以身作保，不知诸位可否宽限些时日？咱们是跟姓纪的讨债，一个外人插什么嘴？二郎君，既然是还不起，那不如卖身抵债吧。带走！你们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放手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住手！阿娘，阿娘，你们住手！既然你们不肯给季家活路，那今天咱们就都别活了！让父老乡亲们看看，你们是怎么欺负孤儿寡母的！看日后谁还敢跟你们做生意！就是啊。好，今天我就退一步。这笔钱，就算是咱们借给你们的，利息就算5分。从今年开始，每年都得还利。若是晚了1天，哼，别怪我们告上官府，让你们季家以身抵债。走。阿娘，你没事吧？阿娘，阿娘，阿娘没事，阿娘没事，你们没受伤吧？没有，没有，阿娘，没有，那就好，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阿娘，我扶你回屋歇息吧。好。料峭寒雪尽，娥皇时迎春。莺莺，愿你尽遣霉运，从新开始。花家里来了，快跑！快，收摊！这花家要洗就不洗别人洗，太霸道了！这个，今天大眼哭手不行。小娘，帮我把那个收了，快！我去拖住他们。拜托了，莺莺，太感谢了。快点，哟，花郎君，您怎么来了？这艳阳高照的，你要是晒黑了，可就不俊逸喽。我来看看有没有哪个不长眼的到我花家的地界偷着洗丝。哎呦，您这么热呀？你说说你折腾来这儿干什么？大热天的！大热天的干什么你？啊！哎呦！今日我季家交货，花郎君怎么不去看看呀？看什么看啊？这生意上的事儿，都由我英明非凡的夫人都会处理妥当的。也是哈，你们家都是夫人说了算。哎。金玉存心给我作对是不是？怎么了？我去不是给您打伞吗？自然是您到哪边我就到哪边呀。我在哪边，你就在哪边是吧？拿来吧，让开！算你们这帮小兔崽子跑得快！要是以后谁还白天到这儿来偷着洗丝，我打断他的狗腿！就是。哎，金英啊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路过，有事先走了，您让一下啊。好。哎，
马。良驹配美人，春色正好，可有小娘子愿与爷同乘呢？下次爷这个姐姐娘的，差点摔着爷。这位小娘子很是俊俏，爷带你进城游玩一番啊。我爹，流氓快跑！爷，哎，快！他们调戏小娘子。 敢来三道堰欺负小娘子，我看你是打老虎脱裤子，又不要脸又不要命啊！就是，你说谁的脸是钉的？你知不知道爷是谁呀？怎么跟爷说话的？爷告诉你，打你就打你，我打你之前还查一下你家家谱啊！打他！爷好心带你看漂亮娘子，你踹爷干嘛？你若再敢动我的马，我就把你种在这水里。爷不就亲一下马吗？你，对了，他们还打你的马了。那个粉衣服那个小娘子，她是头。打不着。是你呢？多谢郎君为我施话。我若没来得及时，他霍便就死在这儿了。对，是他调戏小娘子在前，我若没及时拦住，他霍便入牢狱了。这么说，他确实该打。不是杨老三，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呀？可是，你们却打了我的马。对呀，对不住啊。 我们打的时候，他也没说是你的马呀。你说这马竟不会说人话，他但凡说一句是你的马，我们也不会打他。就是。你干什么？小娘子伶牙俐齿，倒好好教教我这马儿怎么说人话。放下来了！我不会教马说人话，但是我会教人说人话。这人会悬崖勒马，马可不会控制自己。下次打人的时候离马远一点，我不是每次都能来得这么及时。下次，那要看马上的人做不做人事了。就是。咬他！花掌柜，笔和纸已经准备好了，您写吧。齐英英，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。来人呐，外面来！我们家这狗就听不得人大声说话，您声儿越大，它下嘴越快。我警告你啊，你这属于蓄意伤人，是要坐牢的。我警告你啊，你这是属于蓄意伤人，是要坐牢的。他说牢里的饭比家里的。成交，劳您画押。哎呀，承蒙惠顾，锅盔送客。燕阳，
我知道花掌柜是为了让咱们家利滚利，一辈子给他当奴隶使。可你今日如此对他，若是来日他不说咱们家私了，可如何是好啊？咱家私染的好，便是欺者他也不亏。他生气归生气，但他是个商人，利益是第一位的。可阿爷说过，以德服人，生意才能长久。阿爷也说过，只与讲道理的人讲道理。阿兄，咱们不是说好了吗？死的归你管，活的归我管。好。哎，戚夫人，听闻您女儿今日在浣花溪畔与人打起来了。婷儿，去把我的竹棍拿过来。阿娘，快去！自求多福。为什么都要季妍妍，给我站住！阿娘，他又不是哑巴，不需要你替他辩解。娘，我真的错了，要不你打我一顿？郎中都说了，您的身子……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？行事无状，一味与人争强斗狠，只会坏了自己的名声。你说说你，哪有一点大家闺秀的样子？季莺莺，阿娘，我饿了，我肚子都叫了，我饿死了。我也知道错了，你就饶了我吧。行了，赶紧坐那儿吃吧。我就知道阿娘最疼我了。哇！我在想哈，这个花掌柜从8年前便开始收集我们的欠条，直到今日成为我们唯一的债主。我觉得他竟是另有所图。你还没完没了了是不是？这些事儿就让你阿兄去操心就好了。如今你已经长大了，不能再跟以前一样。更何况你和赵家的二郎君还有婚约在。这些年赵二郎君对我们家不薄，你不能让人家为难。阿兄都还没成婚，我不急。长者赐，不可辞。婷儿，不还清债务，重振我季家门楣，我绝不成家。有志气。哎，右者进，不可辞。好了，金莹莹，你说说，今天你到底跟谁打架了？阿娘，其实我今天真的没有打架，其实是因为我们浣花染坊和韵霞染坊，还有别的好多家染坊吧，有一些那个，就是，哎呀，这个我也跟你说不清楚。哎呦，过会还没吃饭呢，我得给他送点饭吃。金莹莹，乖乖，你，站了，乖乖。这孩子，婷儿，你知不知道他跟谁打架了？我不知道啊。那明天赶紧去打听打听啊，然后好生去人家给人赔个不是。阿娘，莹莹虽不娴静，可也从不会主动惹事。我看这件事还是对错又有何相干？他不明白，难道你还不明白吗？明白。天理昭昭，我早就不奢求了，我只盼着你们兄妹俩能够一生平安顺遂。知道了，阿娘，别气了，吃饭吧，我明天就去。送信的人只是说官兵围住了你家，或许有什么误会。怎么又是你？是你，我家里出了急事儿，求你了，送我一程。
若是我将能逃过此劫，我定去交你这个朋友。来日好友。原来是国舅爷大驾光临啊！哼，这都害怕了吧？我告诉你，你乖乖跪下给人磕头认错，也就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放你一马。哎呀，感谢您，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大人有大量。可是我这前看右看，左看下看的，也没看到您的身火。你看我这腿、这头、这胳膊、这全都折了，疼吗？哎，娘子，我爷用力了吗？不知道啊。哎，怪叔，我出血了，破了，我破了！国舅爷，我家娘子可是诚心认错，你这样未免太过分了吧你？你少诬陷人，他分明是自己磕的。我一个未出嫁的小娘子，我如此爱惜自己的容颜，我怎么可能自己毁自己？你少血口喷人！我告诉你，国舅爷没事啊，你怎么比爷还无赖啊？啊！你信不信爷给你抓起来？我头上这个伤明明白白，大家伙都看见了，是不是？是，都看着了。国舅爷身上的伤经得起仵作宴看吗？您要是想去州府衙门，那咱们就去州府衙门。我听说桑长史向来善恶分明，等他回来了，定会给出一个公道。我看看啊，果然是他。这就是你说的朋友，蜀红锦王之女季莺莺。你是真认识，还是为了暗财？不管你是为了什么，这种情况下，你不打算帮个忙吗？用不着帮他。你看，那伤是假的，不过反应演得都挺真的。你别忘了，你身上还有寻找蜀红寺的皇命。就是这个味道，我之前做过，怎么着都没做出来。你尝尝。属下这是在给您制造契机。哎，杨老三，你来的正好，来，你给爷评评理啊！刚才是不是他故意磕在那儿的啊？方才发生的事儿呢，我这双眼睛看的是一清二楚。要我看，桑长史过2日就要从外地回来了，我要是你，就不会惹是生非，免得挨揍。怎么能说我挨揍？你看呀，你们两个，你阿爷看到了会相信谁？我都这样了，你能瞒得住别人，瞒不住你阿姨和我。行，你给爷等着，这事儿没完。走，恭送国舅爷。诸位，这人都走了，还嫌热闹没看够啊？要不我把国舅爷叫到你们家门口去看热闹啊？啊！走，回家，慧叔。大叔，方才我不小心摔碎了一只碗，身上钱财未带够，还请大叔替我还个碗钱。啊？大叔若不方便，那我就只好请国舅爷回来替我还这碗钱了。多谢，多谢。季娘子，冤有头债有主，若不是花家郎君告知14郎，浣花溪边有美景，指得他非要在那边给我接风洗尘，也不会有这番误会。花家，一点都不意外。那既是如此，就有劳这位郎君多劝说劝说国舅爷，不要记恨我们3道院的儿郎。
可有什么好处？多做善事会有福报的。这干涸的速度，这颜色，你这头上怕不会是染料吧？欺瞒国舅，胆子可够大的。郎君想要什么好处？我帮了娘子，娘子总该让我进去讨杯水喝吧？成，请。稍等。都听好了，打今日起，浣花溪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，都不允许他这个惹是生非的人来这儿洗丝。花郎君，众所周知，蜀锦染丝唯有在浣花溪中漂洗过，才能色艳有光，才能称得上真正的蜀锦。浣花溪就是染户的命。我不知道是哪里得罪了您，您要这样毁了我的生路。哎，你没得罪我，你得罪的是国舅爷。